在現代航空史上，存在着一個完全顛覆常理的異類。它明明是一架常規螺旋槳運輸機，但機艙裡卻塞滿了屬於地面炮兵的重型火力，包括但不限於25公里旋轉機炮、40公里快炮，甚至還有重達1噸半的105公里野戰榴彈炮。而這就是 AC-130 暴力美學的最後繼承者。愛它的人說它是火力不足恐懼症的終極解藥，討厭它的人說它是異想天開的龜速縫合怪。那麼為什麼如此多的重火力沒有在開火的時候導致機身炸裂，而它作為越戰遺物，如今還剩下多少鋒芒呢？如果你走進一個標準的 C-130 立式型運輸機，你會看到一個寬敞、平整，用來裝載空降兵或戰術車輛的巨大空間。但當你踏入 AC-130 的機艙，映入眼簾的則是一幅充滿重工業壓迫感的畫面。這裡沒有整齊的貨物站板，取而代之的是彌漫着濃烈發射藥味與液壓油氣味的兵工廠。沿着機艙左側的蒙皮排列着讓人難以置信的火炮矩陣，最前端的是 GAU-12 25公里无管旋轉機炮。這套系統原本是裝在輕型步兵戰車上，用來撕裂敵方重裝甲部隊的。但在 AC-130 上，它被用作大面積的火力扫蕩工具，伴隨着机炮旁複雜的無彈鏈供彈系統，成千上萬發的高爆燃燒彈像一條金屬瀑布般隨時待命。而真正讓人震撼的是機艙後的那門 M102 105公里榴彈炮。在傳統的陸軍編制裡，這是一門需要一整個炮班操作、由軍用卡車牽引的重型野戰火炮。它的炮管長達3公尺，總重量超過1噸半。美軍的技術團隊直接將這個龐然大物連同沉重的助退附近機，用厚重的鋼制底座固定在運輸機的甲板上。在實戰中，當你在昏暗的機艙內看着裝填手將重達10幾公斤的黄铜炮彈手動推入炮膛，大炮激發，瞬間整個炮身向後猛烈退套，滾燙的彈殼冒着青煙重重砸在地板上，那種視覺與聽覺的雙重衝擊是在任何現代高科技航空器上都無法體驗到的。這種火力配置確實令人震撼，但維持這套龐大系統在空中的持續輸出，背後其實是一個驚人的資源消耗黑洞。當 AC-130 在目標上空建立火力陣地並進入最高射速模式時， GAU-12 機炮能夠以每分鐘1800發的高轉速，將25公里彈藥傾瀉到地面。按照美軍的軍火採購價格，單發25公里高炮彈的成本大約在50美金左右。這意味着僅僅這一門機炮1分鐘的連續射擊就會燒掉近9萬美金的彈藥費。與此同時，後方的105公里榴彈炮會在填彈手的高強度作業下維持每分鐘10發的高爆彈射擊，每一枚105公里的炮彈造價動輒上千美金。如果再算上飛機本身的航空燃油消耗、引擎損耗以及機上多達10幾名機組人員的作業成本，這架炮艇機只要在目標上空扣住扳機，每分鐘蒸發的經費可以輕鬆突破10萬美金。可以說，這完全是一台用美金堆砌出來的火力倾瀉機。機艙四周那高高堆起的彈藥架上存放的不僅僅是幾噸重的火炸藥，更是美軍用絕對的經濟與工業實力換取的不對稱戰術優勢。當它在夜空中盤旋時，等同於在敵人的頭頂上開了一家永不打烊的彈藥超市，而所有的商品都將以拋物線的形式無償送達地面。不過，把這麼多重型武器全塞進飛機的左邊，不僅在視覺上顯得頭重腳輕，在物理學上更是一個巨大的麻煩。一般的戰機武器都是朝向正前方射擊，依靠飞机俯衝來瞄準，比如 A10有珠。而 AC-130 為什麼要採用這種全左傾的奇葩布局？在討論它的火力投射之前，我們先解答一個疑問：一般的戰機或攻击直升機，武器无一例外都安裝在机頭正前方，依靠俯衝来对準目標。為什麼 AC-130 的火炮全都要奇葩地塞進機艙左側的蒙皮裡？傳統戰機的交戰邏輯是俯衝瞄準、開火、拉起脫離，但是這種直線攻擊模式存在一個先天的限制：射擊窗口的轉瞬即逝。一架高速掠過的戰機能把機頭對準地面目標的時間通常只有短短幾秒。如果第一波掃射沒有摧毀目標，或者需要壓制一大片區域，飛行員就必須重新爬升，在空中繞一個幾公里的大圈，再次進入攻擊航線。但對於地面上陷入重圍、急需持續火力壓制的特戰分隊來說，這種間歇性的空中支援是致命的。敌人完全可以利用飛機拉起繞圈的空檔發起衝鋒。為了打破射擊窗口期太短的戰術瓶頸，美軍航空工程師引入了一套徹底顛覆常規空戰幾何學的飛行軌跡——側向回旋戰術。我們可以把這種飛行軌跡想象成一個倒置的巨大圓錐體，地面的敵方陣地就是圓錐的頂點，而 AC-130 則沿着圓錐底部的邊緣，在幾千公尺的高空進行逆時針盤旋。當飛機向左傾斜特定的角度，並保持穩定的空速繞圈時，機艙左側的火力軸線就會像圓錐的側邊一樣，死死定在圓心的那個點上。
這種反常規的左側武器布置帶來一個壓倒性的戰術優勢，只要飛機的燃油和彈藥沒有耗盡，地面目標就永遠無法脫離火炮的瞄準線。射擊窗口不再是轉瞬即逝的幾秒鐘，而是幾十分鐘甚至數小時的无中彈火力輸出。這種火力平台始終悬停在头頂的壓迫感，足以剝奪任何武裝人員的戰鬥意志。理論上的幾何模型雖然堪稱完美，但在真實的工程實踐中，把幾噸重的武器全搬到飛機左邊，立刻觸發了空氣動力學的乘法機制，把105公里榴彈炮、25公里旋轉機炮，連同成噸的黃銅彈藥庫，全部堆在機艙左側，意味着這架 C-130 運輸機的橫向重心發生了嚴重的偏移。對於駕駛這架炮艇機的飛行員而言，維持這種完美圓周，不是按一下自動駕駛就能解決的輕鬆活，而是一場高強度的體力與腦力對抗。在長達幾個小時的盤旋中，飛行員必須持續對抗不對稱的機身重力。更嚴苛的是，飛行軌跡的容錯率微乎其微，如果盤旋的半徑稍微偏離了幾十公尺，或者遇到了突發的側風，導致傾角發生了1度或2度的改变，火控計算機計算出的地面落彈點就会偏差出幾十公尺外。在距离友軍只有幾十公尺的近距離空中支援任務中，一發105公里高爆彈的落點偏差就會釀成一場无疾有君的戰術災難。然而，維持不對稱的重心僅僅是駕駛這架機器所面臨的基礎考驗。當這架重心偏移，在氣流中努力維持平衡的運輸機真正準備扣下那門105公里榴彈炮的扳機時，一個足以把機身結構撕裂的作用力將會即將爆發。那麼 AC-130 是如何避免被撕裂的呢？在陸軍的標準作戰程序中，一門 M102 型105公里榴彈炮在開火前，必須將2條厚重的尾架柱杵深深打入泥土裡，甚至還要堆上沙袋，依靠堅實的大地來吸飽開炮時的巨大後坐力。但把這門重炮搬上幾千公尺的高空，並且橫向伸出機身蒙皮開火時，牛頓定律立刻展現出了它殘酷的一面。大炮在空中沒有大地作為支撐，這意味着每一次擊發所產生的巨大動能都必須由一架外殼僅有幾公里厚的鋁合金運輸機來硬扛。當重達10幾公斤的高爆彈丸被敵火推離炮管，會產生高達數噸的橫向衝力。在早期的原型機測試階段，這種反作用力差點扼殺了整個空中炮艇計劃。根據早期試飛日誌的記錄，當機艙後段大炮首次在空中發射時，巨大的橫向後坐力直接將飛機向右推平，原本維持在完美傾角的盤旋航線瞬間崩塌。如果飛行員沒有立刻踩死方向舵，強行修正偏航，連續開上幾炮，整架飛機會陷入無法挽回的失控螺旋。更致命的是，航空器的機身結構並非為了承受這種側向撕裂而設計，持續的硬碰硬開火，大炮的底座遲早會直接把機艙側面的蒙皮撕開一個大洞。如何將這股足以將飛機解體的破壞力化解掉，並且不增加太多死重，這是擺在美軍工程團隊面前最棘手的難題。解決這個麻煩的答案藏在巧妙的動能傳導設計裡。工程团队首先對 M102 榴彈炮原有的液壓助退附近機構進行了改裝。當大炮在機艙內擊發時，炮管會順着滑軌向內大幅度後退近1公尺。在這短短0點幾秒的後退行程中，特制的液壓緩衝系統就像一個巨大的彈簧，將開火瞬間產生的尖峰衝擊力吸收掉一大部分，將其轉化為液壓油的熱能。然而，液壓系統無法吃下所有的後坐力。為了處理剩餘的動能，工程師拋棄了將大炮拴死在地板上的做法。他們為這門大炮設計了一套複雜的懸浮緩衝底座，並將底座的受力點精準地連接到 C-130 機身最堅固的主承力梁與肋骨上。在實戰中，這種設計的呈現效果堪稱奇蹟。當105公里榴彈炮轟鳴時，機艙內的炮兵會看到整門大炮劇烈向後滑動，而整架龐大的運輸機則會順着這股力量在空中產生一次微小的橫向平移。龐大的機身本體成了這門火炮最大的避震器，配合飛行員同步修正飛行姿態的操作，飛機的航線得以在炮火連天中保持穩定。克服了重心偏移和恐怖的後坐力，美軍終於將這架運輸機打造成了一座完美的空中堡壘。在這套火力的籠罩下，地面的武裝人員幾乎找不到任何生還的死角。但這架將工程學發揮到極致的殺戮機器，真的沒有任何破綻嗎？當我們把視線從黑夜轉向白晝，你會發現，這架看似無敵的空中武庫，在特定戰場的生存能力卻十分脆弱。如果把這架武裝到牙齒的空中堡壘放在正午的陽光下，它的戰場生存率幾乎為0。這架被地面特戰隊員視為救星的炮艇機，唯一的致命死穴就是白晝，所以也有人戲稱它為美軍吸血鬼。從飛行力學的參數來看， AC-130 本質上依然是一架老舊的螺旋桨運輸機，它的最大巡航時速不到500公里，龐大的機身在雷達熒幕上有着極大的反射截面積。更致命的是，為了確保105公里榴彈炮與25公里機炮的射擊精度，飛機在執行对地壓制時，必須在距離地面約3000公尺左右的低空維持緩慢且規律的圓形盤旋軌跡。
在陽光普照的白天，這種飛行模式無異於在敵人的防空陣地上空進行緩慢的觀光。在市區內交戰環境下，它不需要面對複雜的雷達鎖定，地面武裝人員僅依靠肉眼瞄準，就能用大口徑防空機槍對它造成毀傷。一旦敵方部署了如針刺或針矢這種單兵斜行防空飛彈，這架笨重、缺乏機動閃避能力的運輸機就會立刻淪為活靶子，它只能依靠拋射大量的熱焰彈來做最後的掙扎。這種先天的脆弱性注定了 AC-130只能是一種見光死的戰術資產。當第一縷陽光劃破地平線，炮艇機只能被迫調轉機頭，撤出交戰空域。那麼，既然在白天如此不堪一擊，為什麼到了黑夜，這架笨重的飛機能瞬間扭轉攻守之勢，成為敵方步兵的噩夢呢？真正讓 AC-130在夜戰中確立統治力的，並不是那些口徑駭人的火炮，而是機身下方那幾顆不起眼的球形感測器——前视紅外線偵搜系統 FLIR。在夜間交戰中，人類的視覺會被剝奪，地面的敵方武裝雖然能聽到頭頂傳來的螺旋槳轟鳴聲，但他們根本無法在漆黑的天空中標定飛機的具體輪廓與位置，防空火力只能盲目的對空亂射。而在雲層上方 AC-130的火控官面對的卻是一個單向透明的戰場。FLIR 系統完全不依賴環境光源，它捕捉到的是物体散發出的熱輻射。在冰冷的沙漠或山區黑夜中，人體的體溫在紅外線熒幕上會呈現出高對比的亮白色輪廓。不僅僅是人員，一輛剛剛熄火的皮卡車引擎室散發的餘熱，甚至是一把剛剛打完半個彈匣的 AK-47發燙的槍管，在紅外線感測器的高倍率變焦下，都如同黑夜中的探照燈一樣清晰可見。正是這種剝奪感官、單方面傾瀉火力的戰術邏輯，讓 AC-130成為了夜間作戰的王者。而要想要真正體會這種資訊落差所帶來的震撼，讓我們回到阿富汗的茫茫黑夜中。在阿富汗加茲尼省的群山深處，曾經上演過一場將 AC-130所有設計與戰術優勢發揮到極限的戰役。那是一個能見度幾乎為零的深夜，一支由12名美軍綠邊帽特戰隊員組成的巡邏分隊，在山谷中遭遇了超過100名塔利班武裝分子的伏擊。交火的瞬間，密集的 RPG 火箭彈和機槍火力將特戰分隊死死壓制在一片狹小的掩体後方。隨着深夜惡劣天氣的逼近，厚重的低雲層與扬起的沙塵遮蔽了星光，地面陷入了純粹的黑暗。在失去制高點、彈药即將耗盡且視線被徹底剝奪的絕境下，敌方武装開始利用夜色掩護收縮包圍圈。當最近的敵人已經摸到了距離防線不足50公尺的灌木叢時，特戰分隊的通讯兵在无線電中發出了代表最高危急程度的呼叫 Danger Close， 要求空中火力直接覆蓋防線正前方的陣地。幾分鐘後，雲層上方傳來了4具 T-56 渦輪螺旋槳引擎的轟鳴，一架代號幽靈騎士的 AC-130炮艇機抵達了交戰空域。對於地面的塔利班武裝而言，這僅僅是頭頂盤旋的沉悶噪音，他們看不見雲層上方的輪廓，依然在瘋狂地向前推進。但在3000公尺高空的機艙內，火控官眼前的 FLIR 紅外線熒幕上卻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清晰畫卷。透過冷暖色調的高对比顯示，特戰隊員頭盔上閃爍的紅外線頻閃燈如同暗夜裡的燈塔，清晰標示出了友軍的防線邊緣。而在防線外圍幾十公尺處，那些正端着武器彎腰前行的敵方人員，其散發出的體溫在熒幕上呈現出密密麻麻的高亮熱源。然而在這個瞬間，炮艇上的機組員卻猶豫了，因為105公里榴彈炮屬於面殺傷武器，其高爆彈的致死半徑超過30公尺，破片甚至可以飞濺到上百公尺外。當地面的敌我距離被壓縮到不足50公尺時，使用這種大口徑火炮進行支援，無異於在隊友的腳邊引爆一顆重型炸彈。但戰場不會給任何質疑的餘地。隨着地面指揮官最後一次確認開火授權，這架懸停在死神頭頂的機器露出了它的獠牙。飛行員穩穩壓住控制桿，飛機進入了完美的左傾盤旋航線。火控計算機將紅外線感測器鎖定的热源坐標迅速轉換為實際參數。機艙內的炮兵猛烈拉下激發繩，隨着一聲巨響，巨大的後坐力讓整架運輸機在夜空中發生了一次微小的側滑，但底座的緩衝結構完美吃下了這股撕裂性的動能。幾秒鐘後，地面的黑暗中綻放出一團耀眼的橘紅色火球，105公里高爆彈精準砸向了距離友軍防線僅40公尺外的敵群正中央。劇烈的衝擊波瞬間撕碎了敵方最前沿的突擊陣型。緊接着25公里旋轉機炮開始咆哮，從天而降的高爆燃燒彈如同死神揮舞的镰刀，順着紅外線熒幕上的熱源軌跡，將試圖後撤的武裝分子逐一收割。在長達半個多小時的盤旋中，炮艇機利用視野優勢，不間斷的火力輸出，將一個又一個亮亮的熱源從熒幕上抹除。在綠扁帽分队的外緣，用彈坑與火海離出了一道絕对的隔離帶。这場教科書級別的夜間壓制，完美詮釋了 AC-130在黑夜戰爭中的統治地位。
但這台誕生於越戰時期的火力怪獸，真的能永遠制霸夜空嗎？從越戰的潮濕叢林到阿富汗的荒蕪群山 ，AC-130空中炮艇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服役生涯裡，完美定義了火力統治力。然而，防務戰術的演進從來不講情面。隨着反恐作戰時代的逐漸落幕，美國防務視野正在重新聚焦於大國之間的高烈度对抗。在這個全新的沙盤上，面對全球日益嚴密的現代化防空雷達網與長程防空飛彈 ，AC-130這種雷達級面積龐大、最高時速不如二戰螺旋桨戰機的平台，即便有黑夜作為掩護，也將面臨嚴峻的生存考驗。在先進的相控陣雷達面前，黑夜已經無法再為其提供单向透明的保護傘。當長航时逆蹤無人攻擊機與防區外小直徑炸彈的技術日趨成熟，這架承載着無數步兵生死記憶的老派火力怪獸，還能在未來的天際線盤旋多久？我們不知道答案，但有一點可以確定 ，AC-130儘管會退役，但它留給世界無與倫比的火力壓制會被所有人銘記。好了，關於 AC-130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你認為 AC-130未來的定位是什麼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